第1154章，单会开始。安静的房间，伴随着萧炎眼眸睁开的那一刻，猛然间泛起一股奇异的无形波动，波动徐徐散开。萧炎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双手突然一动，旋即一道道奇异的印记闪现而出，舞动之间甚至带起了道道残影。而随其手印变化，萧炎掌心之处，无形的灵魂力量闪电般的凝聚而来，眨眼时间便是凝聚成了一道无形的掌印。掌印一成，萧炎屈指一弹，便是将之散去，旋即继续变动手印，紧接着又是2道更加繁复的无形手印浮现而出。3道各自不同的掌印在萧炎手中承接的极为的完美，接洽之间几乎是无迹可寻，这般熟练程度居然丝毫不会比曹颖当日施展时弱。3道灵魂掌印浮现，最后皆是被萧炎悄然散去，而一口浊气也是顺着喉咙喷吐而出。浊气吐出，萧炎的脸庞泛起了一阵淡淡的荧光，宛如温玉一般，不过旋即便是迅速淡去，而其身形一动，便是掠下床榻，身体笔直如枪般的立于地面上，眼眸微闭。萧炎眼眸闭了片刻，便是猛地睁开，眼中有着一抹淡淡的欣喜之意，因为他发现灵魂之中的弥漫的灵气居然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充盈，甚至冥冥间他感觉到了灵魂之中有着细微的阻塞之感。这难道便是那灵境屏障吗？萧炎若有所思，他有着一种直觉，他何时通过这层阻塞之感时，那么他的灵魂必然便是能够真正的踏足那层所谓的灵境，而到时他方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炼药宗师。快了！萧炎脸庞上浮现一抹笑意，按照这种程度，他有着信心真正的突破那层屏障。在心头笑了笑，萧炎整理了一下衣衫，便是推门而出，目光一扫，便是见到房间之外盘坐的小医仙。因为上次的事也是导致他再不敢离开萧炎太远，即便如今是身处丹塔，但他依旧是在萧炎进入修炼状态后便是守在此处。萧炎推门而出时，小医仙也是迅速睁开了双眼，偏过头，待见到是萧炎后，方才轻松了一口气，轻笑道：修炼好了。辛苦你了。萧炎笑了笑，他自然是知道小医仙在此已经守候多日，真要谢的话，光是一点话可不够哦。小医仙嫣然一笑，旋即似是感觉到话里奇异太深，俏脸微红，连忙转开话题道：你已经闭关好些天了，这段时间那曹颖来找过你一次，不过被我阻了回去，你不会怪我打扰你的好事吧？说到最后，小医仙明眸一转，便是顿在了萧炎脸庞上。闻言，萧炎不由得苦笑一声道：我跟他又不熟，能有什么好事？而且那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也不想跟她走得太近。听得萧炎这般说，小医仙方才满意的点了点头，美眸也是微微弯着，如同月牙般。单会何时开始？萧炎目光在大厅中扫视了一圈，随口问道：明日。这么快？萧炎顿时惊了惊，没想到这时间过得这般快，一转眼便是到了单会开始的时候了。你若是今日不自己苏醒的话，再晚点我也会进去将你叫醒了。小医仙微笑道。萧炎微微点头，旋即眉头微皱道：我上还有一株药材未曾凑齐，看来今日必须想办法将之弄到手了。自当日在炼药师交易会得到了2种药材之后，那最后一种的万年青灵藤却是至今没有半点消息。如今单会在即，倒是令得萧炎有点慌手脚起来了，毕竟若是少了这么一味主药材，那便是不可能真正的将丹药给炼制出来。哼，药材的事可不需要你来操心。在萧炎皱眉间，大厅大门却是被突然推开，旋即叶仲、星兰、天火尊者3人缓步而进。叶仲笑眯眯地来到萧炎身旁，手一晃，几个渗透着寒气的玉盒便是出现在了面前的桌上，道：这里有2株万年青灵藤以及1枚血晶腰果，加上你本来拥有的那些药材，便是刚好能够凑齐2服，炼制丹药时即便失败了一次，也还能够有第2次的机会。闻言，萧炎先是一怔，旋即急忙抓过玉盒，揭开盖子，果然是见到里面躺着一株浑身碧绿如同翡翠般的树枝，浓郁的生机从中弥漫而出，令得人闻着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果然是万年青灵藤，这些东西你如何弄到的？萧炎脸现惊喜，旋即有些疑惑的道：这些东西可不是寻常之物，
即便是以叶家的底蕴，都是拿不出来。但如今这突然间便是拿出了2株万年青灵藤以及1枚血晶妖果，这倒是有些奇怪了。这可不是我们弄到的，我只是与丹塔一位长老提过一下，你需要这些药材。第2天，他们便是主动将这些药材送了过来。叶仲笑着道。萧炎愣了愣，旋即恍然，这之中必然是有着玄空子的命令，不然以他的名气，还不可能让的丹塔这般重视对待。在心头对着玄空子道谢了一声，萧炎也没有过多的焦作，手一挥，便是将面前的药材收入那戒。如今这是他最所需要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拒绝，就当是成了玄空子的这个情，日后有机会还他便是。这一届参加丹会的人数，恐怕会是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一次。听说如今的内域已经被无数参赛者被占据满了去，这其中不乏一些成名老怪，看来为了3000焰炎火，他们也是打算厚着脸皮来凑一凑了。萧炎微微点头，他早已经知道这一届的丹会必然不会轻松，甚至连他都并未抱着非要夺冠的念头，毕竟这难度实在是太大，一切都是只能尽力而为。不过若是有机会的话，倒真是要与这天下群雄争上一争。老师当年便是一届丹会冠军，作为他的弟子，怎么也不能弱了他老人家的名头不是？萧炎嘴角轻掀，漆黑眸中却是掠过许些难以掩饰的炽热。不过他再如何冷静，但毕竟还是年轻人，年轻人特有的热血与执着，也同样流淌在萧炎的骨子之中。望着萧炎脸庞上的那抹笑容，叶仲等人对视了一眼，皆是一笑。这一届的丹会看来真的是有好戏看了。而且说真的，他们也是极为的好奇，萧炎这头猛虎在这次的丹会上能否真正的遇见能阻拦下他脚步的劲敌。此次丹会必将会是真正的龙争虎斗。翌日，当第一缕晨辉从天际倾洒而下，刺破笼罩大地的夜色时，整座圣丹城都是在此刻瞬间沸腾。今日圣丹城将会是真正的万众瞩目，整个中州的目光都是汇聚在此处，等待着那能够屹立在最后一刻的人出现。而能够从这来自斗气大陆各处的炼药天才中脱颖而出，那一人无疑将会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每一代的丹会冠军都曾经在斗气大陆的历史上留下过赫赫威名，无一例外。而也正因为此，丹会的含金量方才会被无限倍的放大。谁能够成为那最后的冠军，那么未来的斗气大陆历史必将为其添上显赫的一笔。这份荣耀足以让任何人为之疯狂，毕竟人活一世，谁也不想成为那庸碌众生。嘎吱，丹塔内的一处房间，房门突然缓缓打开，一道削瘦身影缓步而出，然后出现在了早已等待在门外的小医仙等人视线之中。今日的萧炎身着一套丹塔特配的紫色炼药师袍服，在其胸口处有着一枚丹塔颁发的等级徽章，徽章上7枚紫金星辰闪烁着璀璨光泽。这身着装算是萧炎这些年中穿得最为郑重的一次，由此也能瞧出这丹会在炼药师心中的地位。望着那一身炼药师袍服，看上去居然显得透着一分洒脱俊逸的萧炎，小医仙明眸中也是掠过一抹笑意。他也是首次见到萧炎这般郑重的穿着，不过不得不说，现在的萧炎外表倒是显得颇为不错。萧炎清理了里衣袍，然后望着面前的小医仙等人，微微一笑，道：“走吧。”话落，他率先移动脚步，对着大厅之外行去。其后，小医仙等人相视一笑，皆是迅速跟上。丹会，这无数炼药师心中最为崇高的大会，终于是在今日拉开了他那令的众多炼药师为之倾慕与疯狂的帷幕。而为了这一天，萧炎等了3年时间。东风已到，只待风云动。